在日常生活中，鸡蛋作为营养丰富的食材，几乎是每个家庭餐桌上的常客，它能为我们提供充足的蛋白质和营养。然而，很多朋友在购买鸡蛋的时候，常常陷入挑选的难题。一些朋友热衷于买那些个头更大的鸡蛋，认为大鸡蛋里面的物质更多，也就会更加营养些。但另一部分朋友则认为浓缩就是精华，小鸡蛋会更好。那到底是选大鸡蛋好还是小鸡蛋好呢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则蕴含了不少门道。最近，有幸从一位资深养殖户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鸡蛋的秘密，下面就跟我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团，以后买鸡蛋再也不用瞎买了。第一个，新鲜才是王道，特别是夏天的时候，气温太高了，一不留神，鸡蛋可能就悄悄地变质了。那我们怎么辨别新鲜度呢？我给你们说个小窍门，新鲜鸡蛋的蛋壳上面往往会有一层细腻的白色的灰沫沫，就感觉像鸡蛋自带了一层防晒霜一样，轻轻一摸，还会粘在手上，但是鸡蛋放久了，这些沫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第二个，鸡蛋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？很多人觉得鸡蛋越大越划算。其实在营养成分上来说，大鸡蛋和小鸡蛋那是半斤对8两，没多大区别，只是大鸡蛋的水分更多一些，蛋白多一点，吃起来更过瘾。而小鸡蛋呢，大家别看它个头小，这往往是头几批的蛋，浓缩的都是精华，营养密度可能还更好。所以大家买鸡蛋，按个卖的，你就买大的；按斤称的，你就买小的，反而更划算。第三个就是蛋壳的光滑程度，在买鸡蛋的时候，咱们别忘记了蛋壳的颜值。越是好的鸡蛋，蛋壳的表面那是非常的光滑的，色泽非常的均匀，没有斑点，也没有裂缝。这样的鸡蛋看着都让人放心。反之，要是蛋壳上都是疙疙瘩瘩，甚至有血迹的残留，那就千万不要拿了。这种鸡蛋很可能是有问题的，说不定是某些养殖户在饲料里动了手脚，在里面加了药物，拌得不够均匀，影响了鸡蛋的品质。如果鸡蛋壳上有那种疙疙瘩瘩的，甚至上面还带着血迹，这样的鸡蛋，那就证明不是健康的鸡蛋，他们在拌料的时候给鸡掺一些药物，没有拌匀，这就造成了有的鸡吃的些药物多一点，所以呢，它在下蛋时候都呈现在这个鸡蛋壳上面了。第四个，轻轻摇一摇，这个是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。如果感觉里面像水一样晃荡，那这个鸡蛋多半是不新鲜的。特别是在天气热的时候，养殖户没有来得及收集这些鸡蛋，蛋黄和蛋白很容易变得松松垮垮。这样的鸡蛋，咱们碰都不要碰。大家在挑选鸡蛋的时候，不管是土鸡蛋、白皮鸡蛋还是红皮鸡蛋，都可以使用这些方法来判断鸡蛋的好坏。掌握了这些技巧，以后买鸡蛋就再也不用犯愁了。第五个方法就是闻。我们在买鸡蛋时，除了看和听，接下来就是闻了。我们在挑鸡蛋时，可以在鸡蛋上哈一口气，如果鸡蛋有类似生石灰的味道，就是新鲜的鸡蛋；如果没有，这个鸡蛋就不新鲜了。第六个方法，用手机灯光照一照，打开手机的闪光灯，把鸡蛋放在闪光灯上，如果颜色一致的橘红色，非常通透，说明鸡蛋很新鲜；如果看到有黑色，说明鸡蛋已经变质了。蛋壳干净，没有裂纹，表面有白色粉末状的东西，这样的鸡蛋比较新鲜。如果鸡蛋上有斑点，说明产蛋的母鸡生病了。蛋壳比较光滑的鸡蛋，说明放了很长时间。
大家记得下次买鸡蛋的时候运用好这些方法，保证你能够挑到又好又新鲜的鸡蛋。鸡蛋大小与营养成分有关系吗？大鸡蛋通常被认为含有更多的蛋白质和营养物质，被视为更有营养。其实，大小鸡蛋在营养价值上并没有什么差别，只不过由于大小不一样，如果你今天要摄取一定量的蛋白质，大点的鸡蛋你可能只需要吃1个，但是小点的鸡蛋可能就需要吃2个了。对于不同用途的人来说，可能需要也挑选不同大小的鸡蛋。大鸡蛋在烹饪时更容易分离蛋清和蛋黄，适合用来制作蛋糕、蛋挞等需要大量蛋清的食品。相比之下，小鸡蛋则被认为口感更加细腻，蛋黄更加饱满。小鸡蛋通常用来煮熟，制作咸蛋、咸鸭蛋等传统美食。由于小鸡蛋的蛋黄和蛋清比例相对更高，因此在烹饪时更容易形成浓稠的蛋黄酱，口感更加顺滑细腻。此外，一些人认为小鸡蛋更容易煮熟，更适合用来制作腌制食品。其实，无论是大鸡蛋还是小鸡蛋，它们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受到鸡的品种、饲养环境、饲料等因素的影响。因此，鸡蛋的大小并不是衡量鸡蛋品质的唯一标准。在购买鸡蛋时，消费者应该关注鸡蛋的来源、生产环境和生产商的信誉，而不仅仅是大小。大家都认为土鸡蛋比饲养鸡蛋要好，它的蛋黄颜色更黄，营养价值更高。其实并不是的。土鸡自己寻找食物，每天会吃谷物、青草、虫子等，摄入的色素比较多，所以蛋黄颜色才比较黄。但营养上和饲养鸡蛋是一样的，只有毫克的区别。土鸡蛋比饲养鸡蛋更好吗？土鸡蛋个头比较小，饲养鸡蛋个头比较大，这是鸡的品种决定的，和营养没有什么关系。很多人认为土鸡蛋更加天然、健康，其实并不然。散养的土鸡，你可知道它每天吃的是什么食物？如果吃了带细菌的食物，土鸡蛋就会被感染，而饲养鸡都是科学化管理，每天吃的饲料也是精心配置的，营养均衡，不容易感染细菌，产的鸡蛋也更放心。土鸡蛋的口感好，是因为脂肪含量高一点，所以胆固醇也高一点，所以并不适合所有人吃。饲养鸡蛋个头大，能达到土鸡蛋的 1.5 至2倍，含有的蛋白质要比土鸡蛋多。所以，到底是花高价买个头小的土鸡蛋，还是买便宜的个头大的饲养鸡蛋？大家心里应该有打算了吧？至于烹调，老人也殷嘱咐了很多注意事项，既要讲究火候温度，也要注意器具卫生。他拿着一枚被我煎糊了的鸡蛋说道：“切忌曝晒或烧焦，否则美味和营养可就全无了。做任何食物都要懂得星号，珍惜星号，这才是对大自然最起码的尊重。”老人的教导犹如当头棒喝，狠狠地击中了我对卫生和珍惜食物的谆忽视。从那以后，无论存储还是烹调鸡蛋，我都格外小心谨慎，生怕再次失之毫厘，犯下错误。这几个挑选鸡蛋的小窍门，是我一个做了10几年养殖的朋友告诉我的，不知道对你有帮助吗？大家在买鸡蛋的时候，是喜欢挑大的还是挑小的呢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挑鸡蛋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大家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